赛斯说，宇宙是神圣的创造性和意图的自然延伸，从爱的由内而外形成，因此在有物质之前先有意识，而非其反面。赛斯是由美国心灵导师简·罗伯茨所著的一系列灵性书籍中的主要角色。他的观点强调宇宙是由意识和创造性所形成的，而非相反。根据赛斯的观点，宇宙不是由无意识的物质形成，而是由一种神圣的创造性和意图所形成，并且这种创造性和意图存在于宇宙的每个角落。在赛斯的观点中，意识是宇宙的核心，而物质只是这种意识的外在表现。因此，根据赛斯的观点，有物质存在之前先有意识，因为他认为意识是宇宙的创造力和核心。这个观点与科学的观点可能有所不同，因为科学认为宇宙是由物质和物理定律所组成的。然而，赛斯的观点强调的是宇宙的灵性和意义，并将其视为一个有目的、有意识的整体。在这个意义上，赛斯的观点可能提供了一个有意义的角度来看待宇宙和人类存在的意义。你们自己的意识是那神圣完形的一部分，你们的意识在你们肉体死后仍会存活，但它们也将采用另一种形式，一个本身由意识单位组合成的形式。赛斯的观点强调了意识的重要性，并认为意识是宇宙的核心和创造力。根据赛斯的观点，意识不仅存在于我们的肉体中，而且在我们的肉体死亡后仍会存活，但会以另一种形式存在。具体来说，赛斯认为意识可以被描述为一种意识单位，这些单位可以组合在一起形成新的形式。当一个人死亡时，他们的意识单位将会以一种新的形式存活下来，这种形式可能是一个新的个体、一个群体或者是一个更大的整体。赛斯的观点强调了意识的连续性和延续性，并认为我们的意识不会因为肉体的死亡而消失。这种观点对于那些相信灵性和宇宙意义的人来说可能有意义，因为它提供了一种超越生命的可能性和意义。物质宇宙起源于意念，改变命运需先改变意念。在一开始，有一个梦的世界，在其中意识形成一个物质实相的梦，而在那世界之内逐渐苏醒。赛斯的观点强调了意识和物质之间的密切关系。根据他的理论，物质宇宙的起源是由意念所创造的。换句话说，意识是宇宙中最基本和最原始的形式，物质则是由意识所创造出来的。因此，如果想要改变命运，赛斯认为必须先改变意念。他强调人们可以通过调整他们的意识和思维方式来影响他们的现实和命运。如果一个人想要改变他们的命运，他们必须改变他们的思维方式和信念，进而影响他们的行为和行动。根据赛斯的观点，宇宙在一开始是由一个梦的世界所创造的，而这个梦境是由意识所创造的。在这个梦境中，意识逐渐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并且开始创造物质实相。因此，赛斯认为意识是宇宙的核心和创造力，而物质则是由意识所创造出来的表现。以下是几个例子，可以说明赛斯观点中宇宙万物同源的论点。一、生命的起源。根据赛斯的观点，生命是由意识所创造的，而不是单纯的物质组合。因此，所有生命形式都可以追溯到同一个意识源头，无论是植物、动物、微生物，还是人类，都是宇宙意识的不同表现形式。二、物质的转化。赛斯的观点认为物质是由意识所创造的，而不是存在于自然界中独立的实体。因此，物质是可以相互转化和相互关联的。例如，人体中的水分子在死亡后会被分解成元素，进而成为新的生命体的一部分。三、神秘经验。根据赛斯的观点，神秘经验是人类意识与宇宙意识的交流，因此所有人类神秘经验的本质都是相同的，表达的都是对宇宙意识的直接体验和感知。总之，这些例子都表明了赛斯观点中宇宙万物同源的论点，他们都强调了万物之间的相互关联和连续性，以及宇宙中的统一性。